会讲很多的好话，逗家人开心。喜善益寿角，财神老爷跟你跟到天涯海角。以前的那种真的可以拿来用的盆，到现在有一种迷你型的。树的武生到我这一代，拜天公我才会以树为主。每个人拿他的贡品出来，我们的桥头一起团拜。一大清早，住在新加坡西部的沈芳慧越过长堤，来到马来西亚新山。爸爸，恭喜恭喜！我是一名喜娘傣康姐，那我的工作呢，就是带领华人传统婚礼，例如过大礼、安床、上头以及嫁娶日。来，爸爸妈妈，恭喜恭喜！送嫁娘啦，好命婆啦，喜娘啦，其实所有以上这一些通称呢，都是喜娘傣康姐。今天是陈家过大礼的好日子，他们请来沈芳慧担任喜娘，为这场重要仪式打点一切。Hello， 早安，恭喜恭喜！哇，今天心情怎么样？紧张吗？有一点点，第一次经历这种仪式。还再一次就要等他的孙了，等他儿子了。一般上男方过大礼呢，最主要呢，我就会叫他们准备这个2篮，一篮是女方收，另外一篮呢就是男方收。礼乳金就是代表说要感谢女方的妈咪把她给辛苦的抚育长大，那过礼金就代表说定下这一门亲事。丙午年2月26是过大礼的好日子，兴旺花啦！结婚是人生大事，不仅关乎新人，也牵系2个家庭。沈芳慧在男方家中张罗好所需彩礼后，便随同他们前往女方的家。我觉得他们不只是要追求潮流而已，他们也想要更完美的一个婚礼仪式。顾客最常问到就是芳慧姐，我需要准备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啊。如果新人没有请我们的话，我觉得他们会有点提心吊胆。1、2、3，冲啊！接老婆了，过大礼了。所有的流程由我们来带领之下，他们会更放心。哎呦，可以来开门。哇，笑笑，老公来了！我们会讲很多的好话，逗家人开心，长辈开心，那新人出嫁的也开心。接下来，我会做，我会做好老公，好老公，好老婆，好爸爸，好爸爸。接下来会做好爸爸，好爸爸还有好妈妈。我们90多年代结婚，那时是简单啦。这次有傣康节是很好的。喜善益寿角，财神老爷跟你跟到天涯海角。很生动哦，不会好像说，如果单单我们只是自己人罢了，就是静静的这样子拜拜一下就结束了。爸爸请喝茶，爸爸请喝茶，来再大声，妈妈请喝茶，妈妈请喝茶，来点起红烛试开花，新人明年就做爸妈，兴旺你敬你的老婆，爸爸就敬老婆，好不好？1、2、3，请。因为我们对这仪式也不太熟，可是我们又想走这仪式，所以我们就找到了他了。可以吗？吞得了哈 ，OK， 来，老婆，大声，老婆，老婆吞，老婆就变成爆珠婆，掌声给他们。我觉得很欢乐，就大家的气氛都很欢乐，然后大家都很开心。老公就变成大富翁。传统上，喜娘多由家族中年长、被公认为好命的女性担任，象征福气。随着时代演变，喜娘逐渐走向专业化，
成为融合传统与时尚的职业。金珠二坎，无忧又无愁。沈芳慧入行3年，已经提供过上百场喜娘服务，逐渐累积经验。久久常常，以前对喜娘呢，他们就有要求，不只是要有孩子，更希望她是还要有孙啊，他们觉得说比较圆满。那我曾经有遇过一个非常有趣的，他是会打电话来问我，芳慧姐，你几公斤哈？不好意思，我问一下。我说啊，我多少公斤啊？我是肉的这样子。他说哇，好啊，你是肉的，我不要瘦的。为什么他会觉得有肉就是福气？华人婚礼习俗繁多，从过大礼、安床、上头到迎娶。有些婚庆公司会提供一站式服务。Hello， 要帮忙吗？找一些过大礼配套、嫁妆配套，还有安床的配套。有，我们都有。你们是什么dialect group的？我们是9揪，两边都是。两边都是。两边都是9揪，这样容易。来这边。我身边的朋友在网上 post 过大礼，我们看了就觉得可能好玩、好看，就也是想要try一下咯。会给你一个沙袋。华人族要跟着这种传统来做，我们就是要全程的把它完成，还有也要一种尊敬父母的一个意识，这些过程很有意义啊。现在的人都要简单化，所以我们就做成了一个配套。以前的新人就是父母说什么就做什么。现在的新人要选择对他们来说有意义的仪式，除了美观以外，他们当然也是会要求实用。BB 冲凉的那个盆，从那个最大的以前的那种，到现在有一种迷你型的，可以摆设的，这些东西都其实逐渐的变化了。可是那些东西还在，因为它的含义还在。准备就绪后，陈文豪选择在婚礼前1个月举行过大礼。嗨，welcome。来了，过大礼了。Hello， 恭喜我们，恭喜我们。我不晓得后面。I will promise to take care of her, love her, treat her well, protect her, and respect her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And with this, I hope you accept this small token of appreciation. 恭喜亲家老爷。这仪式过了过后，他们就会去女家的亲戚家送饼跟一个喜帖。可是现在就是 modern 了嘛，就用 e-invite 了嘛，这些都是渐渐的现代化的那些变化。可是饼还在，对，饼还是要送。你们吃来，家里。华人重视礼节，新人会以喜饼传递喜悦。本地老字号饼家第2代老板林广进，见证了喜饼文化的时代变迁。这个是自古传承下来的嘛，比如说你的女儿要出嫁，然后你要请你的亲戚朋友去喝喜酒，你礼貌上你除了给他请帖，你也要带上1盒礼饼给他们吃天天嘛。这个习俗也是慢慢会少了。毕竟以前大家住在kampung大家庭，现在每个班代政府族人情味也没有像以前这么深厚了，送礼就反而变成越来越简单。除了婚礼喜饼，林广进也制作天公蛋使用的贡品。以前的天公蛋一定要有的啦，就是寿桃、寿面、发糕、年糕、摘菜甜料，一碗一碗的有甜也有摘。还有那个糖丝还有一个秘境。如果拜树的我们就用这个花生的母生全部是用手工一个一个捏出来的形状。1个月多前我们就准备这些贡品了，基本上全部员工都很忙。天公蛋在农历正月初9，信众都会提早准备。我要白色的面线。59岁的王清海每年都会拜天公，这天他来到这里订购祭拜的贡品。猪
出发用这些啊。啊。一个猪头 ，OK， 一个螃蟹，然后还有这个是三牲啊，就是鸡鸭还有鱼了，好。OK， 这个一套就叫做五寿了啊，5升啊，5升啊，5升啊，对对对，那是摘的啦，哈。我是福建韶安人，我会比较传统，所以我还是坚持在家里摆。我基本的一定要有的是12个菜碗，要有花糕。摆放的方式，我个人的认为是没有什么特别讲究，只要我摆放的看得很舒服顺眼。我祖父那一代呢是没有天公座，他不买天公座。到我这一辈，我才会有买天公座，好看又壮观一点，才像拜天公嘛。你摆一个公桌，然后就对着天公，空荡荡的，摆一个天公座就至少你对一个天公座来祈福这样了。玉皇大帝，也就是人们口中的天公。民间传说，天公显灵，保护战乱中的福建先民逃过劫难，因此人们以隆重的祭祀仪式表达对天公的感谢。以前拜天公会很热闹，那时候还有鞭炮，而且每一户人家的全体都动员。现在的是因为小家庭为主，很少人在家里拜了。每一年我们在楼下烧金子，只有我们一家人在烧。天公诞1年只有1次，除了福建人，不少其他籍贯的华人也会在这一天到庙宇为天公祝寿。在家里拜，他们会准备很多东西。老人家他们年纪大了，他们没有办法承受，所以他们大多数会来到庙里拜，给他们就说轻松一点。他们自己带贡品来，而且水果这一类啊，他们拜好，他们就带回去给他们吃，阖家平安呐。拜了贡品都是一样，这个是传统下来的东西，我们不能改变。不一样就是龙香有改，我们换成塔香来代替。我是福建人，从我7岁开始吧，每年都会来。一开始阿妈是在家里拜，人庙地空间很大，也有很大的炉给你去烧金子那些的，就搬来庙拜。今天我是跟我妈妈还有我的兄弟姐妹啊，还有侄儿侄女他们来这里拜。我妈妈也是年纪大了。就觉得还是来庙里面拜。这边拜的话，一切都很齐全啊。拜天公是南洋华人重视的传统节日，在马来西亚同样热闹。槟城信州桥每一年都会吸引各地信众前来拜天公。天色刚暗，信众已经提早摆好贡品，希望抢得头位，祈求天公庇佑。個冷嘅料先福建冷嘅料。1907年前就拜天公的这样，超过18年了。我们的祖辈啦，全部是屋子是亚大屋来嘛，怕容易发生火灾嘛，所以他们建议集体出来桥头拜咯，拿他自己的贡品啊，放在那个我们准备的桌子，然后时间一到就一起参拜咯。由于庆典规模盛大，庙方早在2个月前便开始筹备。有早個無呢，留住我咯，無佬感覺好似全世界人齊㗎了，哇！現在就叫我拜天公，哇！你這人嘅哦，哇！安尼留住我呀。天公诞逐渐成为当地的特色庆典，也让传统手工行业重现活力。这家有着80年历史的老饼家，为了赶制一批又一批拜天公用的糕点，一家人日以继夜的忙碌。工
贡品就是有3样最主要啦，就是那个汤塔五寿、蜜饯，一定要有天贡品。以前的人叫柴瓦饼，以前的人呢就喜欢自己在家自己做这些贡品来拜咯。现在的人买比较方便，变成我们的订单就越来越多咯，睡2、3个小时不啦。连日来，店里赶制了上万只面龟，不过最特别的还是一只只造型生动的素烧猪。我公公只有自己创造的那个素食的烧猪，真正的烧猪又贵嘛，然后又大只嘛，人家吃不完。一双巧手捏制出一件件贡品，而另一位手工匠人也打造出精致的天宫座。所谓的神 Happy Birthday 这样子啊，我们就要安一粒天宫座。而我们的天宫座的 style 和新加坡 Johor 那部分呢不一样。这个就是我们槟城最原始的天宫座。槟城开始流行天宫座，我看了几年前哦。我是比较坚持用竹，因为那个竹就是代表那个梁啊。那我们做给神明啊，我们一定要做好稳定啊，所以那个神才能做了正。我的手工了嘛，价钱差别是很高啊。我是放那个艺术的 element 进去里面哦，不是单单只是做一个东西给你拿去烧而已。怎么样有 sense 的 customer， 天空会帮我安排啊。很多人问啊，西洋行业哦，只在华人很多，庙宇也是很多。这拜天公的东西，供给神明的东西是不会断掉，说是不会有西洋行业，除了没有人要做咯。陈文豪和陈敏在完成过大礼后，这天在父母协助下举行另一项仪式。今天我们做了安床的仪式，根据传统的仪式，安床的时候我们不能进去了。安床最主要就是祝新人婚姻美满，父母要帮新人换床单，把圆钱放在床的4个角落，衣橱的4个角落，2个抽屉跟2个枕头。然后就会把一个安床盘摆在床上。安床安好，夫妻和好，百年和好。安床了过后，最主要就是不能给人坐，也不能给人躺，也不能给人睡。在结婚当天，天还没亮，上头仪式由陈敏的父母为女儿进行。一梳梳到尾，2梳白发齐眉，3梳儿孙满堂。传统的上头来讲呢，其实是要点蜡烛，然后有一个米桶，然后把东西全部插在米桶里面，对，代表有饭吃的意思。阿爸喝茶。在保留那些传统的意义以外，我们也要改变传统为现在年轻人可以接受的那些仪式，让他们可以继续的传承下去。OK， 来，你现在转身，手插放进去，对，来，左手正财，右手横财。婚礼简化之余，每对新人依然有不同的期待，也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仪式感。表姐夫，表姐夫，哇，大吉大利！信仰沈芳慧透过一对对的新人，看见亲情最真挚温馨的时刻。进步 ，OK， 快高长大，越来越聪明。接新娘了，聪明啊！早上的敬感恩茶，你会看到所有的爸爸妈妈眼中对孩子的不舍，讲着这些满满的爱的时候，那一刻当下是我的眼泪是流不止的。法与夫，受之于父母，一鞠躬。谢谢爸爸妈妈，从小用最好的，用最好的，吃最好的，
是最好的，通通都留给我。通通都留给我。也许小时候我做错事，我调皮，你们都原谅了我。我觉得这一份工作是可以让我做到老的一个工作，而且会让我觉得它是越老越吃香的一份工作。盖起头纱，来撑伞 ，OK， 来做女儿，来慢慢的走 ，OK， 来，千禧年节，千年圆，百年相伴，百年绵 ，OK， 来慢慢来 ，OK， 来走。或许在一些人眼中，传统婚礼繁复而过时，对我女儿好很多很多。好嘛的。但这些仪式恰恰营造出浓厚的喜庆氛围，就像拜天公时的那份虔诚，让人感受到满满的祝福。有时候我在摆设，我会叫儿子出来看，我们不在了，就是你们要接手。我中文一直讲一句话：神敬人心啊！你有心拜，你3样水果，这样烧香也算在拜天公啊，对不对？2008年去世界文化遗產就開始有得拿別人嘅個單位啊嘛，更加謝尤其嚟整聖主教，在講聖主教拜天公嘅藝術就做咯，你希望個後落嚟繼續嘅傳承下落去咯。一場華人婚禮，來掌聲。一場廟宇慶典，按着傳統儀式完成了。習俗從未消失，只是換了一種方式傳承下去。